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拜登要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场，这将对世界战略格局构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据日本时报的消息，美国前官员，包括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以及核裁军专家，在当地时间9号发表公开信，要求日本不要反对美国可能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场。据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考虑发表一项声明，表示美国不会在最初的攻击中使用核武器，并请求日本支持这一政策。而日本今年早些时候曾对此表示反对。美国前官员认为，如果日本阻止这一虽微小但重要的废除核武器的步伐，那将是悲剧性的。那么美国为什么会想到宣布放弃使用核武器，而日本又为什么会反对呢？日本的反对实际上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我们知道，世界上唯一挨过核轰炸的国家就是日本。在今年的奥运会上，日本广岛地方的官员还希望媒体或者是奥委会的官员到广岛参观，然后呢宣示和平。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挨过核轰炸的国家，理论上讲，日本应该对美国现在打算宣布的新政策表示欢迎才对。那么为什么他要表示反对呢？因为日本政府现在的政策就是和美国绑在一起，他要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来保证自己的安全。美国呢不允许日本发展核武器，这是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政策，这个政策不会改变。那么如果美国宣布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当然可能是对某些特定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有可能对日本这种抱大腿的战略也会构成相应的影响。那么从骨子里讲，这个世界上唯一挨过核轰炸的国家希望美国也能对其他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呢？但是作为美国的国策，现在要做调整了。过去美国一直呢采取的是模糊战略，这实际上呢是对一些关键国家它是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核武器美国一直不敢用，不是不敢对弱国用，而是不敢对强国用，特别是对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强国，它是不敢动用核武器的。因为强国之间如果开展核大战，不光是两个国家要毁灭，全世界都要跟着遭殃，甚至呢全世界会随着核大战的爆发而毁灭。因为蘑菇云冲入平流层，散布全球，就会造成核冬天。核冬天的存在将会使所有的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人类，都相继灭亡。因此大国之间是不可能也不允许发生核大战的。那么美国手里的核武器还能对谁进行威慑呢？当然是对那些穷国弱国。但是对付穷国弱国，美国的常规武器、常规的军事力量就足够了。因此它维持了几十年的首先动用核武器这么一个战略呢，恐怕没有意义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考虑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特别是不对某些主要的对手使用核武器，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因为你哪怕就是高调宣布你首先使用核武器，恐怕你也不敢动手，那么何不退而求其次，和中国一样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战略可以说对中国、俄罗斯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如果大家能够坐下来谈，那么就可以在核武器领域呢，形成一个相对缓和的
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美国经常出尔反尔，撕毁条约。那么最终，美国预备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这个政策，是否能够真正达成，我们还要进一步观察才能得出结论。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